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祁山具体在哪里？他第一次北伐为何不听魏延的建议，从子午道出兵关中，而是从祁山道攻打陇西？他为何任用马谡为先锋？马谡丢失街亭之后，第一次北伐为何就宣告失败了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及挥泪斩马谡。从汉中翻越秦岭，自古有5条路线可走，分别是陈仓道和包斜道、倘洛道和子午道，以及祁山道。此时镇守长安的是夏侯惇的儿子夏侯茂，同时他也是曹操女儿清河公主的丈夫。他没有用兵谋略，只喜欢经营家业，而且养了很多的姬妾，使清河公主大为恼怒。于是汉中太守魏延就给诸葛亮献计说，曹魏在关中的守将是夏侯茂，其人怯懦无谋，让我率领5000精兵沿着秦岭东进，然后从子午道出兵，就像当年韩信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样，奇袭关中。同时他建议诸葛亮亲率大军前往潼关，到时候潼关以西便都是蜀汉的地盘了。可诸葛亮认为如此进军太过凶险，于是就没有采纳魏延的计策。228年春，他事先扬言要从包斜道出关，夺取眉县，并让赵云和邓芝率领疑兵前往包斜道占据箕谷，即今天汉中市北、宝鸡市东南65里处。他们的任务是佯装攻打关中，吸引曹魏的主力。果然，曹睿派遣曹真率领重兵前往眉县阻击赵云。然而诸葛亮真正的主力则由他亲自率领，通过祁山道前往陇西。祁山位于今天甘肃省礼县东部，西起平泉大宝子山，东至盐官镇，全长25公里。诸葛亮的大军到达陇西后，天水郡和南安郡以及安定郡的太守毫无防备，惊慌之下只能弃城向东逃窜。天水的守将姜维和梁旭、尹赏和上官雍等人投降了诸葛亮，雍州刺史郭淮则退往上邽固守待援，广魏郡和陇西郡拒不投降。消息传到洛阳，大臣们非常惊慌，不知如何应对。曹睿却自信地说道，诸葛亮如果固守蜀地，确实不容易进攻，可现在他竟然主动前来，打败他便是毋庸置疑的了。随后曹睿亲自前往长安镇守指挥，命令张合率领5万步骑兵前往陇西抵抗蜀军，凉州刺史徐邈则派遣参军与金城太守一起率军反攻南安郡。诸葛亮知道张合是魏国的名将，他此次前来必定会夺取汉军的咽喉之地街亭，即今天的甘肃省齐安县陇城镇。从关中前往陇西必须得越过陇山，而穿越陇山最重要的道路有2条，一条是陇关道，沿着渭水北侧到达凤翔，从凤翔沿着千水到达陇县，然后穿过固关到达老爷岭，下山之后直通宫门，从街亭到达上邽。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，陇关道逐渐成为关中穿越陇山的主要通道，此路线不仅成熟，也适合重兵通行。另一条是陈仓峡道，是从今天的宝鸡市沿着渭河西行，经过峡石和车辙，到达香泉和赤沙，从三岔城到达上邽。此路为水陆并用，但由于水道狭窄，两岸山崖险峻，不适合大军行进。而此次张合率领5万大军前来，必定不会走陈仓峡道，而是走陇关道，而街亭便是陇关道上的重要关隘。因此只要蜀军守住街亭，不让张合的大军进入陇西，用不了多久，陇西各郡便可平定，从此陇西便成为进攻关中的重要据点。可见守住街亭对于蜀军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应该派谁前去迎战张合呢？当时军中最有经验的老将莫属魏延和吴懿。魏延，益阳人，即今天南阳市桐柏县人，由于屡立战功，被封为衙门将军。219年，刘备在阳平关打败曹操，自称汉中王，随后他便准备返回成都，而汉中则需要留下重要的将领镇守。诸将都推举张飞，张飞自己也觉得非己莫属，然而刘备却提拔了魏延为汉中太守，镇守汉中。吴懿，字子远，兖州陈留人，即今天河南开封人。因为他的父亲与刘璋的父亲交好，于是就让刘璋的三哥刘茂迎娶了吴懿的妹妹吴氏。刘茂去世后，吴氏便成为了寡妇。刘备平定益州之后，纳吴氏为夫人，刘禅继位后，尊奉吴氏为皇太后。
诸将都提议应该让魏延或者吴懿率军前去迎战张合。然而诸葛亮却力排众议，决定任命马谡为先锋，率军前往。马谡字幼长，襄阳宜城人，即今天湖北省宜城市人，是世中马良的弟弟。他的才气和气量都超过常人，喜欢议论军事谋略，诸葛亮对他十分的器重。刘备在临终之前曾告诫诸葛亮说，马谡的话往往言过其实，没有实际的办事能力，你要对他多加考察。可诸葛亮并不认同，依然重用马谡，并经常和他彻夜探讨军事谋略，对他非常的信任，因此便任命他为此战的先锋将军。同时任命王平为马谡的副将，协助马谡镇守街亭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诸葛亮让高翔率领一支军队屯驻在街亭以左的列柳城，让魏延率领一支军队屯驻在街亭之右的山谷之中，共同接应马谡。不出诸葛亮所料，张合果然率领着大军从陇关道前来，并与马谡的大军在街亭相遇。其实马谡此次的任务不需要打败张合，只要将张合的大军阻挡在陇山即可。然而马谡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，他没有执行诸葛亮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，而是擅自率领军队驻扎在南山之上。副将王平多次劝谏，可马谡执意不听，坚持让大军屯驻于孤山之上，而且没有派兵下山去占据城池。张合见状，立即率军包围南山，并且派人切断了蜀军的水源。蜀军由于缺水，没过多久便开始内乱，而且大军的士气低落，毫无斗志。张合见状，立即下令发起攻击，蜀军大败。马谡知道回天乏术，没有组织大军抵抗，而是舍弃大军，独自逃回了诸葛亮的军营。汉军群龙无首，只能四散奔逃。幸亏王平临危不乱，率领着1000余人集合分散的军队，并且鸣鼓自守。张合担心蜀军设有伏兵，便不再追击，王平才顺利地率领残兵退回了诸葛亮的大营。与此同时，身处列柳城的高翔正被郭淮攻击，街亭右翼的魏延则被张合堵截在山谷之中，前进不得。见街亭的主力撤退，高翔和魏延担心被魏军包围，也只好各自退兵。至此，街亭失守，魏军源源不断地进入陇西，陇西各郡便群起而攻之，之前的所有战果都灰飞烟灭了。诸葛亮无奈，只能将西县的1000余户百姓携带着一起撤回了汉中。蜀军占据陇西进攻长安的计划彻底失败。蜀军走后，张合便迅速地平定了天水郡、南安郡和安定郡。与此同时，赵云在包斜道也出兵不利，被曹真打败。赵云及时聚拢大军，并且亲自断后阻止曹军，才顺利地将大军带回了汉中，而且军资和人员的伤亡都很小。这时曹真觉得蜀军此战虽然失败，包斜道也被赵云烧毁，但蜀军一定还会北伐，而且下次出关一定会走陈仓道。于是他便派遣郝昭和王生等将领，率领1000余人屯兵于陈仓，重修陈仓城，以迎战蜀军。至此，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。回到汉中之后，他立即下令将临阵逃脱、丢弃士兵于不顾的马谡逮捕入狱，准备择日行刑。马谡被杀之时，蜀军10万将士为之哭泣，诸葛亮也亲自到场祭奠，对待马谡的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。随后眼含热泪，下令处斩了马谡。同时，马谡的部将张修和李胜也被斩杀，黄喜等人则被夺取了兵权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，由于没有劝阻马谡，被处以坤刑，即剃掉了他的头发和胡须。王平因为劝谏马谡而被提拔，赵云则被贬为镇军将军，但对于他顺利率军返回的壮举，被诸葛亮大加赞赏。之后，诸葛亮给刘禅上书，请求自贬3等，刘禅接纳了他的请求，将他降为右将军，但仍然行使丞相的权利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马谡失街亭，导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失败。那么，为何在同年的冬天，诸葛亮就发动了第2次北伐？这次北伐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导致失败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2次北伐及石亭之战。228年，孙权得知诸葛亮与魏军正在陇西大战，便与鄱阳太守周防秘密商议，
他让周防假装向曹休投降，吸引曹休的主力前来，趁机将其打败。曹休此时官拜大司马，是曹魏军队的最高统帅，兼领扬州牧，率军驻扎在寿春。周防派遣亲信给曹休送去了投降书，并且说自己受到了孙权的责难，担心被杀，因此请求将鄱阳郡献给曹魏，向曹休投降，希望他能率军前来接应。为了能让曹休相信，孙权一连派遣了好几拨尚书郎前往鄱阳郡，假装调查周防。周防在郡府门口剪下头发，假装谢罪。曹休得知后大喜，相信了周防投诚的真实性，于是便准备亲自率军前去接应。琅琊太守孙礼连忙劝阻，让他切不可孤军深入。可曹休立功心切，不肯听从，亲自率领10万步骑兵从寿春出发，前往宛城接应周防。宛城即今天的安徽省潜山县。曹休出发后，曹睿立即派遣2路大军，同时向东吴挺进。一路由司马懿率领，从宛城出发，进兵攻打江陵；一路由贾逵率领，从西阳即今天的河南省光山县出发，攻打东关。东关位于今天安徽省含山县西南的如须山上。这时，尚书蒋济给曹睿建议说，曹休孤军深入，前往吴地，一旦驻守上游的朱然从背后偷袭，吴军再趁机切断曹休的退路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应该立即派人前去救援曹休。曹睿这才反应了过来，连忙给司马懿下令，让他停止前进，并让贾逵放弃攻打东关，立即与曹休的大军会合。可此时得知曹休上当之后，孙权连忙赶往宛城，拜陆逊为大都督，并且亲自拿着马鞭为他开路。之后拜朱桓和全琮为左右都督，各率3万兵马前去迎战曹休。曹休此时也知道自己被周防给骗了，但是他耻于承认自己被骗的事实，而且仰仗着自己兵多将广，决定将计就计，与吴军大战一番。当他率军走到石亭，即今天潜山县袁潭镇附近的时候，吴军的3路人马突然杀出，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立即大败。曹休连忙命令大军撤退，可吴军却在后面紧追不放，魏军被斩杀了1万多人，丢弃的军械车马更是数不胜数，而且前往嘉实的退路也被吴军给阻断了。至此，魏军东南有追兵，西北无退路，士兵们惶恐不安，纷纷叛逃，几乎就要全军覆没了。贾逵此时正在昼夜不停地赶来救援，奔袭了200多里之后，抓到了一名东吴的斥候，从他口中得知曹休的大军已经战败。贾逵的部下认为曹休已经战败，嘉实也被吴军阻断，因此建议贾逵不可深入犯险，应该等后面的援军到来之后再做打算。可贾逵却说，大司马此时危在旦夕，如果让吴军得知大司马没有接应的队伍，就会大胆的追击，所以我们应该急速前进，赶往嘉实。吴军要是知道大司马的援军赶到，必然就会退兵而去。如果我们坐等援军，吴军就会彻底将险路断绝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兵马再多又有何用？于是他率领大军急速行军，赶到了嘉实。之后他让士兵在山口要道竖起很多的旗帜，留下少量士兵不停的擂鼓，其余大军则由他亲自率领，从山口冲出来迎战吴军。吴军以为魏国的救援大军已到，便迅速地撤离战场，至此魏军终于脱离了险境。贾逵将自己的军粮供应给曹休的大军，曹休便得以重新整顿队伍，退回了扬州。然而战争结束之后，曹休对于贾逵的救援不仅不领情，还当场呵斥并埋怨贾逵救援不及时，才导致自己的失败，并且以大司马的身份敕令贾逵帮他捡回丢失的军资器械。贾逵也不惯着他，对他说道：“我是为国家来担任豫州刺史的，不是为你大司马去捡兵器的。”说完便独自引兵而去。随后贾逵和曹休相互上表弹劾对方。曹睿虽然知道贾逵没有过错，但由于曹休是宗室重臣，只能偏向于他，判定双方都没有过错。同年，曹休和贾逵双双病逝。此时驻守汉中的诸葛亮得知曹魏在石亭之战中大败，关中的主力则在张合的率领下前去支援司马懿了，导致关中空虚，正是北伐最好的时机。于是他便准备再次北伐。
可是年初刚刚北伐失败，年尾就要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，朝中的大臣们非常不解，纷纷提出非议。为此，诸葛亮再次给刘禅上表，说明了此次讨伐的决心，以及批驳大臣们非议的错误，这便是后出师表。228年12月，诸葛亮亲率数万大军，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。由于第一次北伐失败，武都郡和阴平郡的部分地区被魏军攻占，导致岐山道被阻断，包斜道的100余里栈道则被赵云撤退时给烧毁了。因此，此次北伐只能走陈仓道。然而，曹真早就料定了诸葛亮的行军路线，因此，当赵云在第一次北伐时退走后，他就让郝昭和王生等将领率领1000余人重修陈仓城，等待着蜀军的到来。果然，诸葛亮率领大军从陈仓道而来，越过大散关之后，他们便来到了陈仓城。陈仓城分为上城和下城，上城是齐文公时期修建的，韩信暗渡陈仓时进攻的就是上城，而下城则是郝昭刚刚修建完成，对付蜀军的。诸葛亮的大军到达后，发现陈仓城异常的坚固，而且早有准备，守城的将领还是享有威名的郝昭。于是诸葛亮便找来了郝昭的同乡靳祥，让他前去劝降郝昭。郝昭得知靳祥的来意后，便在城楼上喊话说：“魏国的法规你是知道的，我的为人你也应该清楚，所以你还是别费口舌了，赶紧回去转告诸葛亮，让他率军前来攻城吧。”靳祥无奈，只能回来复命。可诸葛亮并不甘心，派靳祥再次前去劝降，并且让他告诉郝昭，双方的兵力悬殊实在太大，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可郝昭的态度依然坚定，还是不肯投降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能下令攻城了。诸葛亮觉得他属下有数万大军，而郝昭只有1000多人守城，何况魏国的援军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赶到，因此攻下陈仓城便是易如反掌。于是蜀军数万大军兵临城下，准备攻城。他们架起云梯准备登城，结果云梯却被魏军给烧毁了。蜀军用冲车撞击城门，结果郝昭命人用绳子绑上石磨，砸毁了冲车。诸葛亮制作了100尺高的井字形木栏，让士兵们登上木栏向城里放箭，结果郝昭却在城内筑起了一道城墙。诸葛亮派人用土块填满护城的壕沟，然后向城里挖地道，准备从地道进入城内，可郝昭却在城内横向挖掘地道，进行拦截。就这样，诸葛亮的数万大军昼夜不停地攻击了20多天，陈仓城竟然纹丝不动，这让诸葛亮非常的焦急。与此同时，身在洛阳的曹睿也非常的惊慌。曹休的10万大军刚刚战败，司马懿和贾逵等人远在荆州和扬州，关中的主力则跟随张合前往了荆州。此时想将大军调回长安，肯定是来不及了。负责镇守关中的曹真只能防守长安的险要之处，不能亲自前往，只能派遣费耀等将领率领少量兵力前去支援陈仓。无奈之下，曹睿连忙让张合独自赶回，让他率领洛阳城里的3万禁军以及部分武卫军和虎贲军前去迎战诸葛亮。临行前，曹睿担心地询问张合说：“等你率军到达的时候，诸葛亮是不是已经攻下了陈仓城？”可张合却说：“我估计等我到达的时候，恐怕诸葛亮已经都率军撤走了。”正如张合所料，蜀军20多天竟然攻不下陈仓城，大军的粮草马上就要耗尽了。得知魏军的援军正在赶来，诸葛亮明白继续进攻下去已经完全没有胜算了。于是还没等张合的大军到达，诸葛亮便下令撤军了。魏军的将领王双见蜀军撤退，连忙率领骑兵追击，结果却被蜀军击败后斩杀，魏军便不再追击。之后诸葛亮顺利地率领大军退回了汉中。至此，诸葛亮的第2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诸葛亮的前2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，那么第3次北伐是如何取胜的？此战的战果如何？曹睿派遣3路大军攻伐汉中，最后为何会半途而废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3次北伐及曹真出兵汉中。228年春，诸葛亮第1次北伐失败，导致武都郡和阴平郡被魏军攻占。
同年冬天，他发动了第2次北伐，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。大军回到汉中之后，他便发动了第3次北伐。229年春，他任命陈氏为将，率领大军前去夺回武都郡和阴平郡。于是，陈氏便率军来到了武都城，命令大军开始攻城。由于曹魏的守军兵力薄弱，抵挡不住陈氏的进攻，急忙请求支援。雍州刺史郭淮急忙率军前来救援。诸葛亮得知后，亲自率领主力前往，将大军驻扎在建威，以牵制郭淮。建威即今天甘肃省武都区东北的龙坝乡。魏军见诸葛亮的主力到达，自知不是敌手，便立即弃城而逃。至此，武都郡和阴平郡便重新回到了蜀汉的版图。魏军撤走之后，诸葛亮并没有贸然进军北伐，而是留下部队巩固防线，安抚周边氐人和羌人的部落，确保两军的稳定。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汉中。刘禅得知后，立即恢复了诸葛亮丞相的职位。同年冬天，诸葛亮将大营移到了南山的土原之上，并且修建了汉城和越城，以加强对汉中的防守。汉城位于定军山以东的袁山和木营附近，越城则位于淌洛道的出口，今天成固县以北的小河口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曹魏此时的动态。曹休病逝之后，大司马之职便由曹真继任。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，曹真当上大司马之后，便立即给曹睿上表说，蜀汉的诸葛亮多次侵犯边境，我们都是被动防御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攻打汉中。曹睿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同意让他从包斜道进兵，前去攻打汉中。然而，身为司空的陈群却极力反对。陈群，字长文，颍川郡许县人，即今天河南许昌人。刘备当上豫州刺史的时候，任命陈群为别驾。别驾是统管州府事务的官职，由于官职较高，出巡时不和刺史同车，而是另外乘坐车辆，因此被称为别驾。刘备被吕布打败之后，陈群无处可去，只能避难于徐州。之后，他被曹操征召为司空西曹院属，从此便成为了曹操的属下。曹丕临终之时，他与曹真和司马懿等人被钦定为辅政大臣，之后升任为司空，成为了3公之一。他认为攻打汉中最为困难的便是运送军粮。当年曹操攻打汉中的张鲁，担心粮草不足，便让大军携带了很多的豆麦，以增添军粮。可最后还是因为军粮不济，差点就退兵而回了。何况包斜道异常险阻，转运粮草的时候必然会遭到蜀军的劫掠。如果不留重兵把守，粮草容易被抢；如果留下重兵把守，则劳损战士。这些因素不可不加考虑啊。曹睿听后便有些犹豫，立即驳回了曹真从包斜道出兵的计划。可曹真并不死心，既然包斜道不可走，那他就走子午道。于是他再次给曹睿上表，请求从子午道出兵汉中。曹睿拿不定主意，让人找来陈群商议。陈群则陈述了不能从子午道出兵的理由，而且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征战，花费必然是巨大的，所以不建议出兵汉中。于是曹睿就将陈群的意见让人送给曹真观看，让他作为参考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曹真拿到曹睿的诏书之后，立即下令出兵。属下的将领不解，他便解释说，皇帝只是让我参考陈群的意见，可并没有拒绝让我出兵啊。于是曹真便率领大军准备从子午道进攻汉中。曹睿得知曹真出兵后，并没有阻拦，而是亲自前往许都坐镇指挥。他让司马懿从荆州出发，沿着汉水西进，从西城郡进攻汉中，同时让张合率军从包斜道进兵。3路大军在汉中会师，共同攻打诸葛亮。诸葛亮得知魏军的3路大军已经出发，连忙下令加强城固和赤坂等地的防守。城固即今天陕西省的城固县，赤坂即今天陕西省阳县以东20里的龙亭山。随后，他让李严从江州出发，率领2万人马赶赴汉中，共同阻击敌人。由于子午道的道路险阻，行军异常缓慢，于是曹真便任命夏侯霸为先锋，率军先行。夏侯霸率领先锋部队轻装简行，来到了兴市围，然后他便在曲折的山谷之中安营扎寨。
兴市为位于今天陕西省洋县东北的兴市山及今天的汉王山。结果他们的行踪被汉中的百姓发现后，告诉给了蜀军。诸葛亮立即命令大军前去攻打夏侯霸不敌，幸好魏国的援军及时赶到，夏侯霸才得以解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而且大雨连绵不绝，竟然下了30多天不停。在大雨的冲刷下，本来就异常难走的栈道还被雨水给冲断了，导致曹真的主力大军行进了1个多月，还没走出一半的路程。这时，朝中的大臣们不停地给曹睿上表，劝他撤兵。首先是华歆，他给曹睿上表说，为国者应以民为基，民以衣食为本，因此应该注重农业生产，安定百姓。如果魏国的百姓没有饥寒的忧患，没有背井离乡的心情，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，东吴和蜀地的百姓也会归附。杨阜则告诉曹睿说，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了大雨，导致将士们被阻隔在崇山峻岭之中，现在转运粮草非常的艰难，费用也非常巨大，如果不能提供后继，一定是事与愿违，这可不是用兵之道啊。随后王肃也来劝谏曹睿罢兵。王肃是司徒王朗的儿子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王朗是被诸葛亮活活给骂死的，但在正史之中，王朗压根就没有随军出征，而是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当年寿终正寝，病逝于许都。9月，曹睿听取了重臣的建议，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，曹真等人只能罢兵而回。第2年，曹真病逝于洛阳。诸葛亮得知曹魏撤兵之后，立即派遣魏延和吴懿率军前往南安郡，攻打曹魏的陇西之地。大军到达阳西的时候，遇到了曹魏的后将军费耀以及雍州刺史郭淮。阳西即今天甘肃省武山县西南。随后两军便在这里展开激战，结果费耀和郭淮不敌，大败而归，这为诸葛亮的第4次北伐扫清了障碍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诸葛亮的第4次北伐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，而且为了解决军粮运送困难的问题，他还发明了木牛流马。可最后为何还是因为军粮供应不足的问题罢兵而回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4次北伐及司马懿为蜀独魏虎。231年2月，得知陇西之地半年没有下雨，诸葛亮决定再次出兵陇西，这便是他第4次北伐，也是第2次兵出祁山。无论从汉中出兵曹魏，还是从曹魏出兵汉中，都需要翻越秦岭，因此作为进攻方，最为困难的便是运送军粮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一方面诸葛亮让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负责督运粮草，另一方面他发明了至今都无人能够真正复原的木牛和流马。关于木牛流马的具体样貌有很多种说法，按照《宋史》记载，木牛流马其实是一种独轮的小车，其中木牛是具有前缘的独轮车，可供牲畜或者人力拉着走，木马则没有前缘，全靠人力推行。祖冲之传则记载，木牛流马里有独特的自动机械装置，不需要牲畜或者人力便可自动前行。《三国志》的造木牛之法中记载，木牛需要2个人协同使用，一个人负责前面拉，一个人负责后面推，载重高达1岁粮，即1名士兵1年的口粮，相当于今天的400斤左右。关于行进速度，如果单独行动，每天可走10里，一起行动则每天可走20里。总之，有了这个东西之后，诸葛亮再也不用担心军粮运输的问题了。3月，诸葛亮的大军到达了澧县以东23公里的岐山堡。此时，魏军在岐山堡驻扎着一支数千人的军队，由贾似和魏平率领，郭淮和费耀则驻守在上邽。于是，诸葛亮让王平率领一支军队前去攻打岐山堡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越过西县，向上邽挺进。西县即今天的甘肃省澧县盐官镇，也被称为鲁城。由于这里有高浓度的卤水从地下涌出，自古就盛产水盐，因而得名鲁城。驻守上邽的郭淮和费耀刚被魏延和吴懿打败不久，此时得知诸葛亮率领主力大军前来攻打，不敢出城迎战，只能龟缩城里固守待援。于是诸葛亮便打起了上邽周围小麦的主意，史书上记载的是山上邽之麦。
山的本意是铲除杂草，因此由于当时小麦尚未成熟，诸葛亮派兵将上邽附近的小麦全部收割，目的并不是充当军粮，而是毁掉魏军的粮草储备。再来看曹魏方面，曹睿得知诸葛亮出兵陇西后，便准备派遣大军前去救援。可是就在诸葛亮的大军到达陇西的当月，刚刚就任大司马的曹真就病逝了。于是曹睿便派遣司马懿率军前往，张合等人跟随。那么曹睿为何要让司马懿领兵，而不是张合呢？要知道，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，可是被张合打败的。首先，曹操自起兵以来，一直依靠的都是曹氏的宗族以及夏侯氏。可是随着曹休和曹真、夏侯尚和夏侯惇等人的去世，曹氏和夏侯氏已经后继无人，于是曹睿才不得已启用了司马懿等人。至于不用张合，主要考虑到他是官渡之战时从袁绍阵营投降过来的降将，因此虽然他屡立战功，但始终不能被最大程度的重用。不多时，司马懿的大军便抵达了扶风郡的鱼糜县，即今天宝鸡市的千阳县。这时，张合给司马懿建议，让他留守一部分兵力驻扎在雍城和眉县，确保后方的安全，可被司马懿拒绝。司马懿认为，诸葛亮此次出兵势在必得，如果前军抵挡不住，分兵只会让蜀军各个击破，重演当年英布叛乱击败楚国3路大军的悲剧。于是他率领全部援军日夜兼程，从陇关道前往上邽。大军到达上邽以东的时候，司马懿考虑到蜀军劳师远征，粮草补给必定困难，而且他自己也是长途奔袭而来，不宜立即出战。于是他便据险而守，将大军驻扎在上牧城，诸葛亮则率军驻扎在下牧城，双方便在这里展开了对峙。不久之后，诸葛亮为了避免战线拉得太长，决定率军后撤。见蜀军撤退，司马懿让费耀和戴陵率领4000人防守上邽，其余主力则由他亲自率领，尾随着诸葛亮的大军行进。而且每当占据险要之地，他便命令士兵挖掘堑壕，防止诸葛亮偷袭。期间，他让部将牛金率领轻骑出击，引诱诸葛亮出兵。然而诸葛亮也不应战，继续率领大军后撤，一直退到了鲁城。然后他兵分2路，占据了南北2山，依托山势扎下营盘，同时派人筑堤断水，阻挡魏军。司马懿则就近登山决营，与蜀军在鲁城再次展开对峙。魏军的将领们见司马懿一路尾随而来，不敢与诸葛亮开战，都非常的憋屈，于是纷纷请求出战，可司马懿就是不答应出兵。张合也按耐不住，再次给司马懿献计说，诸葛亮远道而来，孤军粮少，岐山堡的守军得知我们的主力大军到达后，必然会固守要塞，因此我们应该屯兵于此，然后派出骑兵绕到敌人的后方，包抄蜀军，截断其后路。如果继续这样避敌不战，恐怕只会坐失民望啊！可司马懿再次拒绝了张合的建议。此时的岐山堡还未被攻破，但完全被蜀军隔离。贾似和魏平不断地派人向司马懿求救，可司马懿却未派一兵一卒。魏国的将领们忍无可忍，便讥笑司马懿说：“你为蜀如为虎，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？”正在这时，诸葛亮为了引诱司马懿出兵，主动将围攻岐山堡的军队撤回鲁城，自断后路。司马懿见属下的将领们群情激愤，如果再不出兵，恐怕军心不稳，于是只能下定决心，准备向诸葛亮发动进攻。5月，魏军兵分2路出击，一路由司马懿亲自率领，进攻鲁城以北的诸葛亮主力；一路由张合率领，进攻鲁城以南的王平，力图以前行攻势击败诸葛亮。至此，鲁城之战正式打响。然而，关于此战最后的结局，史书记载各有不同。按照《晋书》的记载，此战司马懿大胜；《汉晋春秋》则记载诸葛亮大胜，并且斩获了魏军的首级3000骑，获得玄铠5000，角弩3100张。《三国志》则记载，司马懿负责攻打诸葛亮，张合负责攻打王平，但由于王平坚守不出，张合未能攻下。总之，司马懿的这次进攻并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胜利，而且此时魏军的旧粮即将耗尽，新粮则被诸葛亮提前给收割了。司马懿无奈，
只能从长安调拨军粮。为了缩短补给线，司马懿决定将大军撤回上邽。见魏军撤退后，诸葛亮立即率军追击，双方在上邽附近继续展开激战。到了6月份，诸葛亮的粮草供应也出现了问题。由于阴雨连绵不绝，致使道路泥泞难行，早该到达的军粮却迟迟不见踪影，这让诸葛亮非常的着急。于是他连忙给李严写信商议说，鉴于目前的情况，有3条计策可行。其中上策是从汉中出兵攻打雍城和眉县，阻断魏军从关中通往陇右的粮道，这便是张合当时建议司马懿在雍城和眉县留守兵力的原因。中策是保证大军的粮草供应，这样蜀军便可与魏军打持久战和消耗战。至于下策，如果李严实在不能保证粮草供应，那就及时告知他要做好退兵的准备。可见，无论最终采取哪个计策，主要取决于李严的军粮供应情况。不多时，参军马忠和督军程蕃从汉中赶来上邽，并且带着刘禅的口谕，命令诸葛亮立即撤军。诸葛亮听后仰天长叹，形势如此大好的战役，又是因为军粮不济，只能再次无功而返了。于是诸葛亮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。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准备撤军，立即命令张合率军追击，可张合反对说，兵法有云，为师必却，归师勿遏，此时追击诸葛亮必定会遭遇蜀军的埋伏，定不可行。可司马懿再次否决了张合的建议，并且以主帅的名义强行命令他立即出兵。张合无奈，只能率兵前去追击。当他追到木门谷的时候，蜀军果然在这里埋伏了重兵。刹那间，蜀军万箭齐发，喊杀声四起。张合的右膝不幸中箭，由于伤势过重，一命呜呼了。至此，曹操麾下的5子良将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张合战败后，司马懿不敢继续派兵追击，诸葛亮便顺利地率军返回了汉中。至此，第4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了。可这次北伐的失败让他非常的窝火。当他回到汉中之后，李严却假装惊讶地询问诸葛亮说，军粮非常充足，丞相为何要退兵呢？他明知自己督运军粮不利，可不但不悔改，还想把此战失败的责任推卸在诸葛亮的身上。诸葛亮质问他说，军粮既然充足，为何没有送到前线呢？李严却表现得非常无辜，下令逮捕了具体运送军粮的岑述，继续推卸自己的责任。随后他还给刘禅上表说，诸葛亮之所以退兵，采取的是诱敌之计，准备将敌人引来之后与其决战。对于李严的这些小动作，诸葛亮并不与他争辩，而是将他过往的所有往来文书拿来查看，发现他所说的话前后矛盾，漏洞百出。而且他还得知，刘禅并没有让他撤兵，就连马忠和程蕃捎给他的口谕，都是李严假传圣旨，有意安排的。当诸葛亮将所有证据都摆在李严面前的时候，他才词穷理屈，开始叩头认罪。随后诸葛亮给刘禅上表，将李严贬为庶人，流放到梓潼郡。李严的儿子李丰则被没收兵权，改任为从事中郎。至此，诸葛亮最有希望的第4次北伐毁在了李严的手里，大军无功而返。诸葛亮在第5次北伐时病逝于五丈原，这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巅峰对决，就连病逝之后，双方依然在斗智斗勇。那么五丈原具体在哪？司马懿为何不与诸葛亮决战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5次北伐及病逝五丈原。从228年到231年的4年之间，诸葛亮发动了4次北伐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诸葛亮意识到粮草辎重是决定北伐成败的关键因素，因此第4次北伐失败之后，他便决定秣兵立马，休养民生。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，他一刻都不敢懈怠，一边休兵劝农，筹集军粮，一边训练士卒，处理政务，为下次北伐做好充足的准备。为了解决粮草问题，他命人在包斜道的入口处修筑了底阁，并将大批军粮囤积于此。234年，经过3年之久的蛰伏，终于准备就绪。2月，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从汉中出发，进入了包斜道。
此次北伐的目标虽然是关中，但并不是准备拿下关中，而是断绝关中与陇西的联系，然后控制陇西各郡以及凉州，进而两面夹击，蚕食曹魏。这样既符合蜀汉的国情，也符合诸葛亮一贯谨慎的用兵之道。大军出发之前，他已经派遣使者前往东吴，与孙权商议对策，准备同时攻伐曹魏。3月，曾经的汉献帝，后来的山阳公，与诸葛亮同岁的刘协病逝，享年54岁。4月，诸葛亮的大军翻越秦岭，来到了眉县附近。与此同时，司马懿也率军来到了渭水北岸阻击。这时，司马懿对将领们说，如果诸葛亮从武功水出兵，沿着秦岭山脉向东进军，的确有些麻烦，但是如果他向西前往五丈原，那就不必担忧了。渭水与武功水交汇的三角地带，有一块凸起的黄土台，被称为五丈原。原上地势平坦，东西两侧则是陡峭的山壁，地形非常险要。不出司马懿所料，诸葛亮果然率军前往五丈原安营扎寨。得知诸葛亮驻军五丈原，曹魏的将领们便建议司马懿放弃渭水以南，在渭水北岸扎营，等到诸葛亮率军渡河之时，半渡而击，定能击败蜀军。可司马懿认为渭水之南有百姓积聚的粮秣财物，不可放弃，于是他率军渡过渭水，然后背靠着渭水筑垒扎营。这时，曹魏的将领们想起司马懿的推断，只要诸葛亮进驻五丈原，便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于是诸将非常高兴，只有郭淮忧心忡忡。他对众人说，诸葛亮肯定会越过渭水，占据北原，然后便可出兵北山，断绝陇道，扫荡魏国的百姓以及北方的胡人，此乃国家安危之大患啊！司马懿这才意识到了北原的重要性，于是立即让郭淮等人率兵防守北原。然而堡垒还未修筑完成，诸葛亮就已经派兵前来攻打了。所幸郭淮提前做好了准备，蜀军未能攻破，只能撤兵而回。过了几天，诸葛亮再次出兵向西而行。曹魏的将领们认为，诸葛亮此次出兵一定是准备攻打西围，进而攻取陈仓，但郭淮认为诸葛亮向西出兵只是虚张声势，为了让我军做出回应，而他真正的目标一定是杨遂。于是司马懿便让郭淮和胡遵前往杨遂，加强守备。当晚，蜀军果然没有前往西围，而是调转方向前来偷袭杨遂，但由于郭淮早有防备，蜀军没有攻下，只能撤兵而回。此后，诸葛亮驻守五丈原，司马懿则在渭水南岸按兵不动，双方就这样一直对峙着。司马懿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消耗蜀军的粮草，等到蜀军粮草耗尽，诸葛亮便只能自行退走了。然而诸葛亮此次出征，在粮草供应上下足了功夫，不但在包斜道的南口囤积了大批粮草，还采用木牛流马运输，所以蜀军粮草充足。随后他还让士兵们在武功水西岸屯田种粮，与魏国的百姓和平相处，做好了与司马懿长期对峙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东吴对曹魏也发动了进攻。孙权率领10万大军进驻巢湖口，准备前去攻打合肥。如果说陇西是诸葛亮毕生所求之地，那么合肥便是孙权心中永远的痛。为了策应攻打合肥的主力，孙权让陆逊和诸葛瑾率领10000余人进驻江夏和绵口，让孙韶和张成等人进逼广陵和淮阴，以牵制曹魏的其他兵力无法救援合肥。满宠得知孙权亲率10万大军而来，连忙给曹睿上表，建议放弃合肥，将吴军引到寿春决战。但曹睿不同意，让他立即率军救援合肥的守将张颖，与诸将同心协力，务必守住合肥。他自己御驾亲征，即刻率领援军赶来支援。6月，满宠率军来到合肥后，募集了数十名壮士，以松枝为火炬，灌上麻油，顺风放火，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断蔓延，很快便点燃了敌军的攻城器具。孙权的侄子孙泰率军前来救火，结果被满宠的士兵给射杀了。吴军不敢继续靠近，双方在合肥新城展开了对峙。数日之后，孙权得知曹睿已经亲自率军赶来合肥，再加上吴军的士卒很多都患上了疾病，攻城已然无望，于是只能下令撤军，其他2路大军也撤兵而回。此时的曹睿刚刚到达寿春，
得知孙权已经撤兵后，大臣们便劝谏他引兵向西，前去支援司马懿。可曹睿却说，孙权的大军已经撤退，诸葛亮孤军无援，成不了气候，仅靠司马懿就足以抵挡了，我没什么可忧虑的。于是率军返回了洛阳。再来看诸葛亮和司马懿。诸葛亮见武功水的水位很浅，于是他让孟衍率军越过武功水，在河对岸扎营，引诱司马懿出兵。结果孟衍率军过河之后不久，天空便下起了大雨，武功水瞬间暴涨，阻断了孟衍与诸葛亮大本营的联系。司马懿得知后，立即派兵出击，攻打孟衍。诸葛亮连忙派遣工兵架设浮桥，命令弩兵向河的对岸不停射箭，以压制魏军。不多时，浮桥架设完毕，孟衍率军返回。司马懿见状，并不追击，下令撤军而回。就这样，双方小打小闹地打了几仗，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战。到了8月份，双方已经对峙100多天了。诸葛亮数次发起挑战，但司马懿始终不肯应战。为了激怒司马懿，诸葛亮派人给他送去了女人的衣服，讽刺他像女人一样不敢出战，但司马懿依然不为所动。可是司马懿能够忍受，属下的将领们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纷纷请求出战。司马懿为了平息将领们的情绪，担心引起众怒，立即给曹睿上表请求出战。曹睿得知后，连忙派遣辛毗为持节使者前来节制司马懿的大军。不多时，诸葛亮再次派兵前来挑战，司马懿一反常态，假装非常愤怒，立即整顿兵马，率领将士们做出要与诸葛亮决战的态势。结果辛毗手持杖节，立于军门之处，不准司马懿出兵。姜维得知后，对诸葛亮说：“辛毗仗节而来，司马懿恐怕不会出战了。”可诸葛亮早就看破了司马懿的计谋，他对姜维说：“司马懿本来就不打算和我军交战，他之所以做出力战的态度，其实只是做给属下将领们看的，表示他敢于出战，只是曹睿不准而已。但其实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如果他真的想开战，还需要千里迢迢派人去请示曹睿吗？”所以诸葛亮非常明白，司马懿就是想和他打消耗战。为了迫使司马懿早日出兵，他派遣使者前往司马懿的军营相约决战。然而使者到达后，司马懿并不和他谈论军事，而是对诸葛亮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他询问使者诸葛亮每天几点起床，每顿饭能吃多少米之类的话题。使者为了炫耀诸葛亮的勤勉，就对司马懿说，诸葛亮每天早起晚睡，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要他亲自批阅，所吃的饭食嘛，不到几升而已。使者走后，司马懿便对众人说，诸葛亮吃的很少，却事务繁杂，估计活不了多久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诸葛亮就病倒了。8月，诸葛亮的病情逐渐恶化，已经卧床不起了。刘禅得知后非常焦急，连忙派遣尚书仆射李福前来军中问候。李福了解完情况之后，便启程准备返回成都。然而没过几天，他却重新又返回了五丈原。诸葛亮见他返回，便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此行返回的意图。之前我们虽然谈论了很多，但是有些事情并没有交代，你是想听取我的意见吧？”李福点头表示认可。诸葛亮便对他说：“我走之后，蒋琬接替我的位置最为合适。”李福说：“那么蒋琬之后，谁可担此重任呢？”诸葛亮回答说：“费祎可以继任。”李福又问：“那么费祎之后呢？”诸葛亮摇了摇头，没有继续回答。李福走后，诸葛亮又对军中的后事逐一进行交代。他让杨仪和费祎负责统领各军，有序地退回汉中，让魏延和姜维负责断后。当月，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，享年54岁。之后，杨仪和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之前的部署，密不发丧，整顿军马，从五丈原撤退。司马懿得知后，连忙率兵追击。姜维给杨仪建议，将大军的旗帜全部调转过来，并且擂响战鼓，做出要与魏军决战的态势。司马懿见状，立即停止进兵，蜀军便缓慢后撤，退入了包斜道。这时蜀军才正式发丧，众人才得知诸葛亮已经病逝了。百姓们给司马懿编了一句谚语说：“死诸葛，吓走了活仲达。”司马懿得知后也不生气，笑着说道：“
我可以预料他生前的计谋，但没法预料他死后的计谋啊。”之后，司马懿视察了蜀军遗留下的营寨，感叹地说道：“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也。”至此，诸葛亮历时7年的北伐彻底结束，他本人也在北伐的过程中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。那么，蜀军能够顺利地撤回汉中吗？魏延为何在撤兵途中发生叛乱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